他问我说，我怎么看待城市的精英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他说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引进，大城市对小城市等等，越来越成为当下年轻人关注的热词。可是逃回小城市，一切就会变好吗？您如何看待年轻人这一系列新问题？它和多年前我们的父辈经历的劳动力的城市化和迁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几乎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了哈，这是一个需要有大量的社会学的知识及其经由社会学所获得的视野支撑。其实我应该说我没有能力哈，或者没有资历来回答这样的专业性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只能和这个 ID 叫学习天后的朋友呢来分享我同样的作为跟他一样的一个观察者对这些问题的观察，以及在观察当中我形成的一些非常初步的思考啊。这大概是我很想回答，但其实特别没有把握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是觉得，其实，在现代城市当中，普遍的存在着精英劳动力过剩。这其实是现代城市的罪行之一，我画引号哈，罪行或者罪恶之一，就是现代大城市当它吸纳了一切社会资源，而且消耗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同时，它也消耗了社会的知识资源，社会的知识资源和这个精英劳动力资源，他把优秀的人才吸纳在这里，他也某种程度上也在浪费这些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所有的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其实都面临着一个精英劳动力的再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年我们把它叫逃离北上广哈，现在是我们说是那个返归家乡或者返归小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有其合理性有其逻辑的必然性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因为现代都市的这种吸纳、这种吸引，始终伴随着浪费，始终伴随着过剩就像大城市的人群，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大城市的人群，也同时多少的这个呈现着这种财富的过剩，这种比如食品的过剩，比如说消费的过剩。以至于在整个现代城市文化当中，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叫做对欲望的欲望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因需求、因需要而产生的欲望，我们的欲望是对欲望的欲望，我们希望我们进入到一种有欲望的状态我自己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负罪感我就说天哪，我饿了今天我真幸福，我饿了。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真正的去享受食物，而在多数情况下，我甚至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身体性的饥饿我对于食物的那个渴望更多的是生活习惯的需求。那么所谓精英劳动力的状态和这个是相类似的相类似的。于是就是逃离北上广就是已经曾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潮流或者社会性的话题当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在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在这些中心城市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甚至没有工作机会。如果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什么自己发挥的空间。如果说有了较好的工作机会，人们越来越难在这样的超大型的城市当中立身存命不要说你们我大概想一想，我毕生的积蓄，我毕生的收入，假定我不需要有任何消费，假定我不需要衣食住行，大概也不足以在北京购买一套商品房。我可以想象超大型城市对年轻人的召唤，我也可以想象超大型城市对于年轻人的艰难，所以我非常理解逃离北上广。但是在上一轮的那个逃离北上广的潮流之后，大概不足2年，社会话题变成了逃回北上广。那么它就展示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超大型城市、中心城市不仅
吸纳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它同时也就因此形成了某种必然的，比如说文化的中心状态。这种文化的中心状态当然也是某一种对于文化的垄断或者说对于文化的过剩的吸纳。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崛起时代成长起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需求从来都是多方面的。它当然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就业的需求比如说对物质生活的基础的需求，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自己的生命的规划的需求，但是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精神的需求，更多的文化的需求。而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在全球范围之内，在当今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正表现在这里。我们的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物质差距在缩小。我一点不夸张的说我最近所经过、所穿行、所进入、所到达过的中国的县城很多县城的规模、物质生活的状态、城市的样貌，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那个物质的落差仍然存在，但是已经非常小了。可是可能那个精神的落差反而变得越来越大。生活的丰富、生活的多样、文化的选择，我们去展开自己去交友、去遭遇的可能性，形成了中心城市和那个小城市之间的落差。